今天是2026年3月18号，星期三，我是小小，欢迎来到我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我要为您关注这些内容。国际方面，伊朗战争今天进入第19天，以色列昨日击毙了伊朗情报部长，这是过去24小时内第3位被斩首的伊朗高级官员。伊朗今天宣布反击，革命卫队向沙特、阿联酋、卡塔尔3国的石油设施发出紧急撤离警告，油价随即突破每桶107美元。今天的主题，我们聊一个让无数加拿大人感到既伤心又愤怒的故事。2018年，一场车祸夺走了16条生命。肇事的印度卡车司机在服刑出狱之后，竟然花了数年时间打法律战，拒绝被驱逐出境。这件事到今天还没有结束，但它背后那个更大的问题，如果加拿大人的善良没有边界，那么那个让悲剧发生又让闹剧延续的制度漏洞就不会被补上。好，我们先来速览今天的新闻内容。来自美联社的报道，昨夜以色列在德黑兰再度实施精准空袭，击毙了伊朗情报部长哈迪卜。这是过去24小时以内以色列击毙的第3位伊朗高级官员。此前的2位分别是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拉里贾尼和伊朗革命卫队巴斯基指挥官。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今天发出誓言，每一滴血都有它的代价，杀害拉里贾尼的人很快就会付出代价。以色列国防部长的话也说得毫不含糊，我们已授权军队击杀任何伊朗高级人物，我们会继续猎杀他们所有人。这场战争已经不只是军事打击，而是在系统性地拆除一个政权的神经系统。来自伊朗迈赫尔通讯社的报道，以色列今天对伊朗南部的南帕尔斯天然气田发动了空袭。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田，由伊朗和卡塔尔共同开发。伊朗石油部确认多处设施受损，大火已控制，无人员伤亡。就在南帕尔斯遭袭之后几个小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出紧急警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3国的多处石油和天然气设施已成为合法的直接打击目标，将在未来数小时内实施打击，敦促相关区域所有人员立即撤离。被点名的具体目标包括沙特的萨姆雷夫炼油厂和朱拜勒石化综合体，阿联酋的阿尔霍斯恩天然气田，卡塔尔的麦西艾德石化综合体和拉斯拉凡炼油厂。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指挥官同时警告，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油气设施现在也列入了打击名单，与美国军事基地并列，将以全力予以攻击。油价的反应非常直接。CNBC 的报道，布伦特原油今天盘中突破每桶107美元。阿联酋外交部今天也罕见地公开批评以色列打击南帕尔斯的行动，称此举是危险升级，对全球能源安全构成直接威胁。这场战争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全球经济的核心地带蔓延。来自路透社的报道，联合国今天发出警告，霍尔木兹局势已威胁到全球约1/3的化肥供应，可能导致45亿人面临急性粮食短缺风险。这不是30年后的预言，这是供应链中断后3到6个月内会发生的事儿。来自路透社方面的消息，原定月底的川普北京峰会已经正式宣布推迟至少1个月，官方理由是专注应对伊朗局势。美国同时提议与中国建立新的贸易委员会，中美关系的下一步棋已经被伊朗战争的棋局打乱了。来自 CNBC 美联社的报道，美联储周三宣布维持利率不变，并在最新预测中继续坚持2026年仅降息1次，约0.25个百分点的路径。尽管通胀预期有所上调，政策制定者预计今年通胀将达到 2.7%， 高于此前预期，主要受中东局势推高油价的影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今天表示，油价飙升将在短期内推高通胀，但现在判断能源成本上升对美国经济的全面影响还为时过早。这是今年以来鲍威尔
措辞最审慎的一次公开发言。这句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直白点就是我们在看，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加拿大银行今天也宣布将隔夜利率目标维持在 2.25%， 但同时释放信号，未来走势仍充满不确定性，尤其受美国政策影响，对房贷、通胀和就业来说，这只是暂时稳定。来自《纽约时报》的消息，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今天公开表态，称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是鲁莽冒险，可能在整个中东制造无法收拾的后果。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反战抗议的规模正在扩大，一场对外的战争开始动摇内部的共识。来自 CBC 的报道，加拿大联邦大选投票日越来越近，各党在移民政策上的分歧正在成为选战核心议题。保守党领袖波利耶夫今天再次强调，将大幅压缩移民数量，收紧难民申请程序。多家国际媒体的消息，北韩举行最高人民会议选举，金正恩以 99.93% 的得票率胜选，剩下的那 0.07% 投了反对票的人，我现在只想知道他们今晚在哪里，他们过得还好不好。来自美联社的报道，委内瑞拉队在迈阿密以3-2逆转击败美国队，赢得了2026年世界棒球经典赛冠军。这是委内瑞拉历史上首次夺冠。一个总统被美国活捉，又被美国制裁，经济几乎崩溃的国家，在棒球场上打败了美国。体育有时候是最有力量的讽刺。相比于战争，体育是最和平、最不暴力的竞争手段了。接下来我要讲一个让无数加拿大人感到既伤心又愤怒的事情。为什么大家会既伤心又愤怒？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故事里有16条生命，他们在去参加冰球季后赛的路上死于车祸。而肇事的卡车司机是经过速成培训的卡车司机，他在路上又无视停车标志，最终撞上了那辆大巴车。而如今那个肇事司机竟然还在为保留他的枫叶卡，在法庭上努力争取最后的机会。接下来我要从头讲这件事儿，在节目的最后我也会告诉你这件事儿的最新进展。2018年4月6号那个春日的黄昏，在加拿大的萨斯喀彻温省，一辆大巴行驶在乡间公路上，车上坐着红宝野马队的冰球少年们，他们穿着队服，带着球棍，正在兴奋地奔赴一场季后赛。突然，一辆半挂卡车从路口冲了出来，那辆载着冰球队员和工作人员的大巴当场被撞成了3节，球队成员和工作人员共有16人死亡，13人重伤，肇事司机毫发无损。那一天，整个加拿大都在伤心，在哭泣。而那场车祸以后的好长时间，在加拿大几乎所有的冰球比赛之前，都会为逝去的那些冰球队员举行简短的默哀仪式。而那段时间，如果家里有孩子在打冰球，那些孩子们就会把自己的冰球杆立在家门口，纪念那些逝去的冰球少年。而在社交媒体上， Home Bar Strong 的标签在北美刷屏了。这是加拿大历史上最惨烈的交通事故之一。那位肇事司机叫贾斯基拉特·辛格西杜，他来自印度。2014年以经济移民的身份获得了加拿大永久居留权，他是商科学位，他是跟着他的女友来到加拿大的。事故发生前几个月，他们刚刚完婚。车祸发生的时候，他入职那家货运公司仅3周，1周用来培训，2周用来跟车，然后他就被派去独立执行长途运输任务。出车祸的那次是他第2次单独驾车跑长途，走的是他完全陌生的萨斯喀彻温的乡村公路。肇事司机说呢，车祸发生前，他发现卡车上的防护帆布松动了，开始拍打。他担心货物散落，反复查看了后视镜。就在这个时候，他没有看见前方路口闪烁的停车警示灯，也没有看见那块停车标示，他就直接冲了过去。在2019年1月，西杜在法庭上对全部29项指控认罪，
包括16项危险驾驶致死和13项危险驾驶致伤。法庭上90份受害者陈述书一一宣读，遇难者的家属走上来，诉说着失去孩子和家人的那段日子，他们是如何度过的。西渡在法庭上说，这件事的发生是因为我经验不足，我真的非常抱歉。2019年3月，法官判处贾斯基拉特·辛格西渡8年有期徒刑，但他实际只服刑4年04个月。到2023年，西渡获得完全假释，走出监狱。根据加拿大移民法，被判处6个月以上刑罚的永久居民将被启动驱逐程序。道理很简单，条文也很清晰。2022年的时候，边境服务局移交案件；2024年5月，移民和难民委员会正式下令驱逐，吊销永久居留权。听证会15分钟，结论就是驱逐。然后西渡的律师就开始了一场法律马拉松。西渡申请难民身份，驳回；他申请遣返前风险评估，被驳回。他的律师格林说，这2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他们本来就不是核心战场，真正的核心是最后一张牌，西渡以人道主义理由恢复永久居留权，这个申请目前仍在审理中。他的律师格林在今年3月初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连暂缓驱逐都申请不到，那大概还有2到3个月他就要离开加拿大。也就是说，这件事最终的结局就在这几周之内。这是整个案子里最令外界感到复杂的一幕。西渡有2个孩子，将近3岁的儿子和刚满3个月的女儿，2个孩子都是加拿大公民。他的儿子被确诊患有罕见的肺部疾病，医生说印度严重的空气污染会对孩子的健康造成严重影响。于是这2个孩子就成了律师申请人道主义居留的最重要的筹码。遇难者的家属霍罗德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击中了很多人的心。如果这个系统能正常运转，他根本就不会有现在这2个在加拿大出生的孩子。他已经在这里多待了整整8年，他不是加拿大居民，他在消耗我们的医疗资源，消耗我们的法律资源，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这句话的逻辑是，正是因为驱逐程序拖了太久，才给了西渡时间在加拿大组建家庭，而这个家庭现在又反过来成了阻止驱逐的理由。制度的拖延造就了今天这个困局。而遇难者家属的立场并不统一。遇难时20岁的贾克森，他的父亲克里斯·约瑟夫说，这不是什么死刑，他只是失去了留在这个国家的特权。只要西渡的脸还一遍遍出现在媒体上，我们就根本无法开始愈合。斯科特·托马斯，他的儿子埃文生命停止在了18岁，但这位爸爸公开表示已经原谅了西渡，倡导让他留在加拿大。球队已故教练达里尔的妻子达拉说，我丈夫是一个信奉宽恕的人，那个患病的孩子是无辜的。而球队的幸存队员卡勒布·达尔格伦说，我认为他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你看到了吗？最强烈支持驱逐的是一位失去孩子的父亲，最强烈反对驱逐的也是一位失去孩子的父亲。同样的痛走向了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这件事没有办法用一句话讲清楚。但我想说的是，不是西渡该不该被驱逐，我今天真正想说的是那个让这一切发生的更大的问题。3周培训就上路，开着几十吨的半挂卡车走在陌生的公路，这不只是西渡一个人的问题，这是他背后那家货运公司的问题，是那家公司背后的监管空白的问题。卡车司机入职3周就上路啊，这不是开玩笑吗？加拿大本国人考驾照之前，先要经过理论培训，理论考试分数合格会拿到 L 照。在这之后呢，他出门开车的时候，必须有一位驾龄在5年以上的成年人的陪同下才能开车。那么在有人陪同开车的情况下，至少要10个月以后才能申请从 L 照申请考 G 照。
那么在他申请再加上考试合格拿到驾照以后的2年内，在凌晨时段呢还不允许开车上高速公路。另外的要求呢，就是他的同车成员只能有1位非家庭成员。这些细节我们就不说了，但就从这个时间来看，前前后后差不多要3年时间吧。而这个肇事司机怎么3周就能开大卡车呢？虽然我不开大卡车，但是我知道大卡车的驾照应该比普通轿车的驾照更难拿吧。那如果你正在看我的节目，你知道更多的细节，可以留言来说说这个事儿，咱们讨论讨论到底拿到驾照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儿。加拿大的卡车行业呢，在过去10年里经历了一个关键的结构性的变化，劳动力短缺，需求暴增，大量新移民就涌入来填补这个空缺，监管严重跟不上速度。那有卧底的调查呢，就记录了这样的现象：部分针对新移民的驾驶培训学校，只要付钱，不需要真正练车，就会帮你搞定路考。持有其他国家驾照的人可以直接转换成加拿大商业驾照，不需要补考，不需要证明你了解加拿大的雪地驾驶规范，不需要证明你读得懂英文路牌。西渡不是第一个经过极其有限培训就开上高速的新手，他只是那个最终撞上了那辆大巴的人。16个人的生命，如此惨烈的代价，才让这个问题终于被看见。然后呢，加拿大花了整整7年，在2025年底才通过了加快建设法案，在2026年才正式生效新规，申请商业驾照必须有合法居留身份，外国驾照不再自动互认，必须具备至少1年的加拿大境内驾驶经验。7年，制定这样的法律用了7年时间，这真的是不得不让人佩服的加拿大速度。讲到这里，我想顺带提一下，美国也曾经发生过几乎一模一样的事儿。2025年8月12号，美国佛罗里达州一辆卡车在佛罗里达收费公路上非法掉头，一辆家庭房车呢直接冲进了卡车的拖车底部，车上3人全部死亡，而卡车司机本人毫发无损。事后，美国交通部的调查结果令人触目惊心。卡车司机名叫哈金德尔辛格，28岁，他是非法入境的印度移民。2018年偷越加州边境之后呢，一直处于移民诉讼待决状态。他持有华盛顿州颁发的正规商业驾照，但根据规定，没有合法身份的人根本不应该有资格申请这种驾照。事故发生后，调查人员对他进行英语能力测试，12道口语问题，他只答对了2道，4个交通标志他只认出了1个。也就是说，他不会说英语，认不全路标，却开着40吨的重型卡车上了高速公路。我看到过事发时候的那个照片，他掉头的位置那儿有一个大大的禁止掉头的标志。他在完全不知道那个交通标志是什么意思的情况下，在美国开着大卡车。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在官方声明里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直接。他说，如果各州遵守了规定，这名司机就绝不会坐在那辆车的驾驶位上，3条宝贵的生命就不会失去。这是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是鲁莽决定和可耻失职共同造成的。美国联邦汽车运输安全局随即就发布了紧急规则，大幅收紧非本地商业驾照的申请资格。加州因为执法不力，被威胁扣押高达 1.6 亿美元的联邦公路拨款。相比加拿大，美国的这一套动作要来得快得多，也硬得多，而加拿大用了7年才走完了这个步骤。好，说到这里，我想说今天这期节目我真正想说的事儿。加拿大是一个高度重视多元文化和移民权利的国家，这是它的骄傲，我也认同这种价值观的底色。但当监管出现明显漏洞的时候，当有具体的事实和数据证明某些行业存在系统性的安全隐患的时候，如果这时候的第一反应是担心被贴上种族歧视的标签，不敢开口讨论问题，
那这个社会就已经被一种错误的禁忌绑架了。那16个生命不是抽象的符号，他们是真实的人，有名字，有家庭，有正在等着他们回来的父母和家人。他们死于一个本可以被规范、被监管、被预防的漏洞。加拿大花了7年才在立法层面正视这个漏洞。7年之间，有没有其他家庭因为类似的监管失职承受了类似的代价？这是一个值得认真追问的问题。我认为，一个真正尊重移民、真正重视多元文化的社会，恰恰应该有勇气去正视这些问题，保护每一个在路上行驶的人的生命安全，本身就是最基本的公平。回到吸毒案本身，2026年3月初 CBC 最新的报道，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已开始索取吸毒的旅行证书，实际驱逐程序已经启动。他的律师格林表示，如果人道主义申请和暂缓申请都失败，驱逐最快将在2到3个月内执行。希杜在接受 CBC 专访的时候说，我仍然相信加拿大是一个充满同情心和给人第2次机会的国家，但我知道时间不多了，我的家庭可能很快就要被撕裂，结局很快就会揭晓，我们一起期待吧。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看了今天的内容，你或许会问，一个制度应该如何平衡善意和边界？加拿大这个案子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有一个很简单的起点，那16条生命本来不会失去。如果当初行业监管到位，他们不会死。这一点，无论你站在哪一边的立场上，都应该是共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欢迎帮我点赞、热推，也欢迎您把我的节目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我是小小，我们明天再见。